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 JC 的塔罗牌占卜频道。最近有人偷偷的在想你哦，而且对你非常的真心喜欢思念。你想知道是谁吗？他会有怎样的行动？会和你主动联系邀约你吗？你们未来会有怎样的发展呢？今天我们就来用占卜看一下他是谁，他对你有多真心呢？无论你现在是单身，还是有暧昧，还是已经分手，或已经在恋爱之中，任何关系都可以占卜哦。目前桌面有3组塔罗牌组，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我们要从其中一组进行挑选，聆听宇宙给你的提示讯息安排。那在选择牌卡之前，我们要来进行一下静心冥想的小仪式，请跟着我做。首先闭上眼睛，调整呼吸，大口吸气，大口吐气，排出所有的杂念，什么都不想，把专注度放在呼吸上。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宇宙，请告诉我，谁在真心的想念我呢？感谢你的提示。询问完之后，睁开眼睛，看到的那张牌卡，那组牌就是宇宙要给你的讯息了。那我这边将以左至右的顺序为大家进行占卜。另外，在这边感谢给 JC 打赏的朋友们，谢谢你的支持跟信任，充满感激之情的人一定是幸运满满的，祝福你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那么还有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订阅 JC 的频道，记得订阅 JC 的频道，我将持续给你丰富吉祥的能量的。那现在选择这组牌卡的朋友们，你们选择好了吗？我开始为你做占卜咯。亲爱的，选择左边第一组的你，我们来接收宇宙给你的讯息，来看一下谁正在真心的思念着你呢？那么首先我们这边有蜂蜜，有瓶中信，也有天王星这样的一个讯息。有个人确实很希望跟你打开沟通的管道，特别想写封信给你。当然他这个写信呢，可能是借由媒体网络，也许是邮件，也许是短信的方式，他有好多话想给你说。可能你已经收到了他的讯息，或者很快就会收到这个人的问候。他当下呢已经准备好了，他不能仅仅是想念你，不能在那边只想不做，他想让你知道他对你是有思念的。除了表达他的心情之外呢，他很想试探一下你现在到底对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感觉想法。你是觉得他有打扰到你，还是你希望让他跟你有积极的联络呢？他很想跟你讲一些甜蜜的话语，就像蜂蜜一样，希望你听了非常的高兴，然后愿意呢可以跟他有更多的交流沟通，希望通过努力可以让你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尴尬呀，或者是隔阂。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也许这个人跟你之间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也许是一些误会，也许是一些矛盾分歧。那之前呢，两个人可能是有一些纷争的，所以当下他想去做妥协，他觉得自己有一些话说的不对，当时没有体谅到你，讲了一些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话，让你们彼此之间呢有了一些可能没有更加开心、无法控制的情况，破坏了你们彼此本该有的美好的感觉。他当下呢想弥补这个过错，想要你不生气、不计较。他觉得你们应该有更多的支持，更多欣赏或者是鼓励的话语，希望你可以给到他机会。我们这边出现的天王星这张牌卡，天王星呢是生命突变的能量以及自我更新的力量。他现在呢就是想打破你们现在有的这种状态，你们现状呢并不是他满意的，他想去做一些改变。
可能当下的这种相处模式他觉得不够好，你们之间是有一些距离，这种距离呢是他很不喜欢很不希望的，想要有更多的一些联络沟通，希望有更多的一些坦诚啊、真实啊、阳光啊，他在寻找新的方式方法跟你联系，想有新的开始，希望你们之间的这种互动呢可以更新，或者可以重新开始，要么呢是比之前的情感更加的好，更加的有深度。那具体来看一下这个人是谁哟？对你是充满期待的，他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就会想到你，然后呢也可以看到他自己做的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他会想你们的未来，也会去检讨自我。他很想跟你建立非常认真的关系，大家呢是可以结盟的，甚至呢最好是有法律约束的合约关系，非常严肃认真的对待彼此的情感。他不想跟你只是一时之欢，只是短暂的缘分，要么呢大家可以合伙成为很长久的亲密关系，要么呢最好可以进入到承诺结婚的状态之中。而且他觉得你们两个人是命中注定的缘分，总是在他生活之中突然遇到一些事情，然后突然的想到你，可能你们曾经一起去过的地方，可能你们一起讲过的一些话语，别人讲出来跟你讲同样的话，他会想到你，经历你们一起去过的地方，他也会突然的想到你，兜兜转转的还是觉得很喜欢你。你们两个人之前可能是有过一段感情的，由于某一些原因，然后两个人分开一段时间，也许分开之后大家有各自的一些情感的经历，或者是分开之后呢有不同的一些人生感悟，但还是觉得跟你之间有很强的一些连接，感觉其他的人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感觉都不对，你才是那个对的人，你才是最适合他的人。他怀念跟你在一起的很多时光，莫名其妙的就是放不下你，明明已经没有再去看你的社交媒体，已经没有再去想你了，但是呢总是会触景生情，但是总是会有一些事情让他不断的去回忆到跟你之间的这种连接。他会觉得你们两个人是宇宙早已计划好的，只不过呢也许在曾经的那一段联系之中，大家呢做的都不太好，大家都不够珍惜，或者是都不够成熟，那宇宙就帮你们按下了暂停键，需要他去学习，去经历，去成长，去成熟之后，然后再走到一起。或者说他对你呢是特别珍惜的，他不想放手，不想错过这个缘分，有很强的想你的感觉，特别是每当听到你的消息的时候，或者是看到你的照片的时候，他都会有很强烈的想要跟你再联系，再在一起的这种期待。甚至有时候长时间看到你的社交媒体没有更新，他就会开始担心，他就会开始胡思乱想，你是出什么事情了呢？为什么一直没有更新你的媒体呀？所以这种担忧跟担心呢，又一方面对你有非常强的一个渴望。有时候呢，你放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些图片啊，或者是态度啊，他感受得到你们是有一些共同点的，可以找到一些共鸣。有时候你们的价值观，或者是人生观，或者是对生活的态度，可能在当下是可以去做一些沟通跟磨合的。对你的一些想法呢，他是比较肯定的，而且在当下他觉得应该是一个好的时机，是有好的机会。他现在是没有任何情感关系上面交往的，
他是独自一个人，除了说思念你，他没有其他的情感依赖寄托。而好像你当下呢，也是可以接受新恋情的，也并不是在一个其他的恋爱之中，所以他觉得是不是当下就是宇宙安排的很好的机会，如果他不去努力，不去做一些行动的话，不去抓住这个机会，可能他就会悔恨自己一辈子，就让这么好的一个缘分，这么他喜欢的一个人溜走了，这是他不想要的。而他一定是你过去就认识的人，甚至可能是过去跟你有情感连接的人，也许是你的前一任，也许之前呢你们有一些暧昧，也许之前呢你们有一些短暂激情。那这个人他的肤色是偏浅颜色的，如果说他有亚洲血统的话，他可能就是黄色皮肤，然后偏白，不会是那种深黄色的肤色，更不会是古铜色。也可能他的眼睛是咖啡色，不是那种深黑色。如果他是白皮肤白种人的话呢，他应该就是很白皙的那种皮肤了，或者是浅色的眼睛，或者是浅色的头发。如果他有非洲血统的话，那么它可能是小麦色，就不会是很黑的颜色。主要是看它在自己的生长环境之下，它是明显比身边的人皮肤更加颜色浅的，或者是头发更加浅的。你大概有没有知道是谁了呢？但对于个别有的朋友来说，这个人呢，可能是你刚认识的人，可能认识不久，特别是已经在恋情中的朋友，可能这个就是跟你在恋情之中有连接的人。也许你们有短暂的误会啊，也许你们是刚分手，或者是有一些失联，这段时间有一些没联系，或者你们之间的连接不够紧密，大家还有一些距离。他是希望呢可以跟你有更强的联系的，希望在感情上你们可以更加的亲密，在身体上你们可以有更多的肌肤之亲，更加的交融。那么在未来呢，也希望共同的可以去做一些计划，可以去做一些规划，不能仅仅是我喜欢你，你喜欢我，是想要去建立非常认真谨慎传统的一种关系了，想要进入到承诺之中。那么当下呢，他是想有更多的一些见面啊，有更多的一些约会啊，大家可以外出，可以去喝酒吃饭，可以去派对，可以去玩得更多的开心，想要跟你建立现实的连接，努力收获你的心，讨你欢心，给予你更多的一些浪漫，让两个人呢有更多的交谈，更多的交流，真正的可以走到彼此的内心里面去，不要去生气呀、计较啊，说一些破坏情感的话语呀，去做一些甜蜜的积极的动作，这是他当下呢很渴望的。他的星座很有可能是双鱼座、天蝎座、处女座、射手座、双子座、狮子座。当然也有可能他的月亮、太阳、上升星座是在双子座、射手座、狮子座、处女座、天蝎座、双鱼座。首先我们这边出现了月亮这张牌卡，有感受到一种很黑暗、深沉、恐惧的气氛。那么这个人呢，他多多少少是有一些情感阴影的问题的，可能对于感情并不是非常的自信，也可能自己一边呢很要爱情，一边呢又害怕情感，害怕自己付出之后，结果最后双方不合适，结果呢自己拼尽全力付出时间、精力、感情、金钱，那最后呢，两个人还是没有在一起，这个事情让他有一些焦虑。另外一方面呢，他对人并不是很强的一个信任，是有一些疑心病的，可能也有一些容易吃醋啊，也有容易一些嫉妒的心情。
他知道自己对于情感呢，并不是非常的光明磊落跟积极的，是有一些狭隘的想法的，他想去做一些调整，但一旦这种黑暗的情绪上来之后呢，他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做一些控制。另外，这个人他是活在过去的人，他特别怀旧，他很在乎依赖熟悉的人、熟悉的事情。到了一定的年纪，他甚至不再想要去认识新的朋友了。其实他是比较善良的一个人，他很喜欢小孩，很喜欢小动物，也喜欢去帮助一些弱小，是非常有强的同理心的。所以他很可能去怀念之前接触过、认识过的人。他结识的朋友呢，几乎都是结识很长时间了，大家知己知彼了。面对新的一些环境，或者是去认识新的人，他可能更多的羞涩，或者是有更多不太主动的一种积极性，更加的被动一些。所以对于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或者是对于未知，他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担心的。他有时候会更多的使用自己的头脑，他不太去使用自己的直觉，更多的想要去做一些理性的分析。一旦呢自己想的太多了之后，就会想得复杂，想得复杂之后就会越来越担心，就会往坏的地方去想。有时候呢，他是不太听别人的劝告的，一定要自己去做一些反省，自己去做调整，一定要自己撞了南墙，他才会回头的，有自己固执的那一面。对于情感上面啊，对于自己的情绪呢，是有比较敏感的那一面，所以有时候呢，会有一些波动起伏的情绪，或者是波动起伏的一些脾气。他比较忽视自己内在的一些真实的感觉，没有办法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患得患失、犹犹豫豫，没有办法很坚定的决心。但这个人呢，是一个好人，性格啊还是很好的，而且对别人呢也非常的热情。其实对于友情啊，对于亲情啊，对于爱情呢，他都是比较执着的，而且他也很有比较强的一个魅力。在感情之中，他属于坚定专一的类型，并且也很友好，也很有亲切感，很喜欢去参加一些派对，很喜欢参加一些活动哦，希望可以去展现自己的魅力，希望呢可以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喜欢他。也有可能呢，他会去发一些朋友圈啊，去发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而且在感情之中呢，他很希望成为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人。如果对方呢能够尊敬他、顺从他、听他的安排，就是最好的了。不过他确实有蛮多的一些压力的。我们这边呢看到一个小帅哥，那抱了10根木头，那么是非常重的。可以看到呢，他给自己也会有很大的一些压力，他会尽他的力气去保住自己的名声，让自己看着很好看，让自己生活得很好，让自己没有任何的一些障碍，好像面对生活都是非常轻松的，没有任何的一些负担。就是表面看这个人一切都很好，但实际他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辛苦重担的。每当感到压力的时候，他情绪就会不安，他可能会过度的疲劳，或者是过度的劳累，或者是他很想要成功，而这种成功的追逐呢，是让他不断去压抑自己的脾气、情绪跟压力的。其实他的信念是比较强的，他也有非常好的一些责任感，很多事情他麻烦障碍他就自己一个人扛，而不愿意去表达自己的软弱，向别人去请求帮助。那自己内心呢出现一些很悲伤、消极、
害怕的情绪，他也尽可能的不表现出来。表面上看他是健康阳光的，但内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反差感，不想给别人增加麻烦，也不想把自己的辛苦呢秀给别人看，只想把自己的快乐展现出来。大多数时候他都是活泼开朗的，是比较幽默的，而且呢也不给别人增加任何的一些麻烦，也不去寻求别人的帮助，对别人呢又很有爱，所以他很有人气，大家呢都是比较喜欢他，他也很容易亲近。对于爱情，他是非常渴望的，内心里面呢是有比较强的浪漫，是有比较强的罗曼蒂克，害怕孤独，害怕不被重视，害怕呢在人际交往之中没有受到别人的邀请，不被喜欢。那如果手机短信上面长时间没有信息，又没有别人跟他联系，或者是没有邀请的话，他就会觉得很孤单，很害怕。这个人不能没有爱情，他不愿意让自己长时间的单身，他是一个喜欢追逐爱情的人，他喜欢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他期待那种幸福，期待情投意合的恋人，期待价值观一致的恋人。所以当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觉得空虚，就会有一种黑暗的力量席卷着他。但是呢，一旦他有伴侣的话，他就会更加的轻松，更加的快乐，感觉有一个人可以一起玩，可以一起聊，可以有个寄托，是他最期待的事情。所以是一个很需要伴侣，很需要恋情的人。那么他对你到底是怎样的心思哦？我们来揭示一下他内心真实的一些情感话语。我们这边呢也出现了一些不太确定哦，一些支支吾吾的话语，一些可能性啊 maybe 啊，或者是自己也讲不出来，那跟他的性格呢还是有点像，没有办法100%的确定自己真实的想法是什么。而且呢当下呢他好像还没有准备好特别体贴的一些语言，或者是很好的一些计划规划，去争取你的爱。至于跟你呢，他要说什么，他要做什么，他想要从长计议，不能幼稚的慌慌张张的想干嘛就干嘛，不能太随性了，不然呢也会错过这样的一个缘分的。怎么样去讨你欢心，他必须要有一个计划。你可能已经知道他是谁了，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那你应该很快就会知道，他应该比较快就会出现在你的生活之中。他是需要一些机会，他是需要一些时间去做准备的。你们两个人可能会往更甜蜜的方向前进，你们两个人呢也可能只会做朋友，你们两个人呢可能彼此就会错过了，任何的一种可能性他都有考虑到，即使是最后两人形同陌路，但是呢他还是想争取一下。目前我们这边出现了2张牌卡，也有点奇妙哦。一张是我很害怕跟你讲话，一张是言语呢是会伤人的。一方面他自我的自信心不足，一方面呢也许你们之间之前有一些言语的伤害。如果说你还没有遇到这个人呢，可能在跟他遇到之后，也许会出现一些争论，会出现一些指责，或者有时候呢你无心的一些话会刺激到他，让他感觉自己被打击自信心了，或者是不够好，或者是自己有做的不够的一些地方。宇宙呢在这边就提醒你了，这个人呢可能你们之间会有一些纷争哦，可能会出现一些言语上的不合。希望呢大家讲话的时候多一些甜蜜，那多一些欣赏的正向的语言是最好的，不然会让两个人的距离越来越远。
无论如何呢，他会谢谢你教会他什么是真正的爱。他自认为自己不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他有的只是真心，他可能不太懂得去讨好谁，他只知道去做好自己的本分，尽可能的给予爱的关怀跟力量就好了。那有时候呢，他可能在感情里面呢，也会只懂得索取，不知道怎么样去付出达到你满意这样的一个节奏。也许对于爱情他有一些盲目，有一些模糊，也许觉得只要在你的身边保护着你，关心着你就好了，但真正的你想要是什么，他可能还有一些盲目，可能不知道怎么样去爱他人。也许他的年纪呢并不是很大，他的感情经历呢也并不是很多，所以在爱情中他还属于慢慢的摸索，慢慢的学习这样的一个节奏。但是他跟你在一起呢，感觉是舒服的，感觉是被你支持，被你理解，被你所关注的。而这种能量他会感觉到非常的温暖，所以在你身上是感受到很多爱的能量的，而也反馈到他自己有很不成熟、比较自私的一方面，也许只关注到了自己的情绪，没有去体谅到你的角度思考的问题。对于爱呢，它是有一些愚蠢的，也许曾经是让你有过头痛的。无论如何，他感谢你，让他对爱有一些体验，那自我去反省之后呢，有更多的一些认知了。对你呢，他是有感激之情的，很感激自己遇见你，很感激自己生命中出现过你，给他带来正能量，给他带来爱的温暖。但有时候呢，又会有一种不真实感，这种不真实感呢，让他觉得又惊又喜，但是又怕，好多不确定，让他焦虑，不知道你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想法。你对他会继续的喜欢呢，还是说他以前有伤害到你呢？还是说你对他已经完全的放弃不 care 了？还是说你已经在嫌弃他了？他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困惑，想要在跟你更多的连接之后得到一个答案，他非常迫切的想要再见到你，非常迫不及待的再跟你加深情感的联系，进入到你的心里，真实的看到你的一些反应。那么他真实的期待又是什么呢？你们的未来又如何呢？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看哦。而这边出现了一张家庭牌卡哦，而且爱的能量很强，他会觉得你是一个很好可以成家的人。如果你们俩结合的话呢，你是会激励他更加的美好的，你是会让他可能没那么的愚蠢，可能会更加的正向，所以他很想跟你建立承诺的关系。如果可以的话呢，他想跟你建立家庭，你可能会是一个好妈妈或者是好爸爸这样的一个角色。在人际关系上面，你是充满着温暖，你是充满着包容的，你可能是有圣杯女王这样的一个很从容淡定而且非常有爱能量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跟你结合的话，他肯定会幸福，这是他当下的一个意识，而且他对你呢非常的着迷，他很想获得你的爱。当下的他确实是超级渴望爱情的，他希望被人关注，他希望呢去建立情感，不要自己一个人，不要再孤单空虚了。一方面对于爱情他有强烈的期待，一方面呢他又是一个很容易在感情里面受
伤的人，可能他在曾经情感里面是受到过创伤的，所以没有出现爱情的时候他很期待，但出现爱情之后呢，他又特别的敏感，又特别的紧张。他是一个有理想主义观念的人，一方面在做着很浪漫的粉红色蓬松的梦想，一方面一旦遇到爱情之后，他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处理了，就是恋爱中的一个小傻瓜。他可能觉得对于爱情你是有更大气的成熟的爱的态度的，他可能是属于那种很小气的幼稚的过于天真不成熟的。但是无论如何呢，他觉得自己可以慢慢的成长，只要你愿意给他机会建立长期的关系，他是可以多一些耐心啊，多一些学习包容啊，是可以慢慢的去成熟的，想要给你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然后努力重新跟你一起找到曾经的那种激情，甚至比曾经的那种激情更加的深厚，对你是充满着幻想，但是正是这种幻想呢，太过于理想，让他看不到你们之间现实的一些障碍。他好像觉得你们之间没有任何的挑战障碍，只要你们在一起，任何事情都好了一样。但要小心，这种激情可能来得快也去得快。当下呢，他是对你非常兴奋的，而且觉得你们是可以建立充满活力的关系的。但是情感来得太快太明亮之后，也许就不会细水长流。火烧得太旺的话，可能这个火呢很快就会熄灭了，但是如果是星星之火的话，也许就会慢慢的情感越来越深，越来越温存。希望不要激情之后就是一地鸡毛。那当下呢，他的情绪呢也是要去做一些控制的。他把你幻想的太好了，他把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可能出现的未来呢，都想得太过于的可能他当下是很想要成家了，他把婚姻想得太过于的美好了，而且在恋爱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他大多数时候想的都是美好的事情，但真正面对现实的话，他不一定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处理一些矛盾。那么未来你们的感情到底会是如何呢？这边宇宙给你的讯息是，你们俩的情感还是有蛮多现实的一些挑战的，障碍呢，之前在的障碍依然存在的，不会说两个人复合，或者是两个人有更多亲密的互动之后，那么之前的这种挑战就不存在了。之前存在的一些问题该解决的还是要去解决，那有一些误会存在的还是要去解开这些心结。无论如何呢，跟这个人接触，你们两个人都会有更多的一些成熟，更多的一些理智，两个人都是会有情感上面的技巧成长的。不过要注意哦，我们这边出现力量的逆位，如果太强的能量，狮子可能会逃跑的。如果双方呢有太多的占有欲啊，或者是控制欲，不够温柔，不够互相尊重的话，那么狮子也是会逃跑的。这边呢是要注意一些极端的想法的，或者是一厢情愿的妄想。很多事情呢还是要去做脚踏实地、真实的沟通，一起来解决问题，才可以破除这些障碍，让两个人少一些压力。两个人呢是需要去一些齐心协力，才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的。另外，童年时期的一些心理问题呢，可能也会给这份情感带来不安的后果。也许是你，也许是他，在原生家庭里面
经历了一些感情并不是很幸福的状态，虽然很想要家庭和睦，但是呢，面对于出现挑战或者是在解决问题上面担心消极的能量也许多过于正面的能量，这种不安全感呢，可能会影响自己的一些选择跟判断，所以少一些生气，对待这份情感，不要忧郁，不要绝望，不要软弱，不要去缺乏勇气，希望有更多的力量跟信心。怎么样？大家都是会成熟，都是会成长的。怎么样呢？这个人都是会给你带来更多的爱情技巧的，而你呢，也会显化更美好的他。在整个人生过程里面，无论它是短暂的还是长期的，它都会刺激你，你也会带给他更多美好的一些回忆，更多好的技巧，更多爱的体验。用正向的一个思想去面对对方，去思考问题的话呢，应该逐渐的就会让你们的关系更加的清晰明朗，克服更多的困难。这个人呢，是非常想你，对你很珍惜的，因为他想跟你建立家庭。要不要给他机会就因人而异吧，当然这是大众占卜，不会100%的对应到每个人的身上。你如果想确切的知道遇到这种事情应该怎么样解决的话呢，那你可以跟老师联络，我会1对1的为你做私占，来确切的看一下你当下的情况应该怎么样去想，怎么样去判断，怎么样去做一个选择。无论如何呢，生命中出现的人事物都是给你带来意义，都是可以打开你的思维，让你不断成长的。包括这个占卜视频也是哦，希望你用不同的角度看一下，身边呢是有人想念着你，你非常的好。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请记得点赞哦。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祝福美好的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亲爱的，我们来接收宇宙给你的讯息。此刻谁正在真心的想念着你呢？那么这边呢，我们出现的牌卡有双鱼座的浪漫精神，也有双子座的好奇天赋，以及还有火星的能量。有一个人，他的骨子里面非常的感性，他很善良、同情心，并且充满幻想。他对你呢有很强烈的幻想心情，而且有很友善的想要跟你连接的心情。因为每次当他听到你的消息，或者是看到你发的朋友圈、社交媒体的时候，他似乎都对你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可以感受你当下的感觉能量。他感觉你正在慢慢的打开他的心房，他对你越来越好奇，他想有更多对你的了解，他想要去尝试、去喜欢、去爱，想要跟你有不同角度的连接，因为他经常会莫名其妙的想起你，特别是在自己没有事情做的时候，他就想要去翻一翻你的社交媒体，你有没有更新啊？你当下在做什么呢？你跟他是不是有很强烈的缘分呢？特别是最近他很想知道你的一举一动，非常期待你，而且对待你们呢，他也有蛮多的一些困惑的。你们可以有发展吗？你是他在渴望的爱情吗？他到底是渴望爱情，还是渴望你？是他当下寂寞，想要有一个人陪，有一个情感的依赖，还是说刚好你的出现是一个机会，让他做更多的连接，或者是宇宙在指引着你们之间有更多的一些可能性呢？其实他观察你有一段时间了，但很多时候他都是在偷偷的看你，偷偷的想你，并没有让你知道。火星能量的注入的话呢，是正在显化他想要正视自己的欲望，想带来更多的一些自信跟动力。他想不要自己只是一厢情愿的在那边观察你、想你，
他可能想要去做一些主动，要去跟你联系了。也许只是他自己在那边想你而无法自拔，而你对他呢根本的不在意，或者是你完全不知道他是谁，或者是你完全对他没有任何的兴趣。当下呢，他觉得也许聊一聊，也许接触一段时间，他就可以确定自己的困惑，确定自己的心意了，到底是喜欢你，还是自己想要爱情了。说不定是真心很喜欢你，也说不定可能是因为自己的空虚或者是无聊，但是也说不定你们彼此真的有很强的连接，说不定你也会很喜欢他，你也在想他。那到底你们之间有没有机会，还是要去做一些大胆的、勇敢的面对、争取才行。他对你呢是有一种热情的、冲动的。那么所有的火星呢都是替太阳服务的，也就是说它可能是为自己服务，而不是为别人服务。当下呢可能更多的来自于自己的欲望，自己单方面的想法。那么到底这个人是谁呢？对你有好多好多的想要探究哦，对你真的是非常有强烈的这种询问感知。这个人你应该已经认识了，你们在比较遥远的地方，你们之间是有一些距离所在的。这种距离呢，不只是心与心的距离哦，还真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些距离。之所以呢，他有很大的纠结，也就是最大的一个困难哦，特别大的现实挑战就是距离。可能你们不在同一个城市，或者是不在同一个地区，甚至有的朋友跟这个人甚至不在同一个国家。他是一个害怕远距离情感的人，总是觉得不现实，很难突破。但是呢，他又非常的想你，想要去争取一下。另外，他可能也会考虑，是不是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距离，让他思而不得，才有那么强的想念呢？他对你是有很强的化学反应，有很强的欲望的，想要跟你有更多的肌肤之亲。他觉得你非常的感性，你对他呢是有一定的诱惑能量的。这个人他应该是穿制服的人，很可能是位男人，但因人而异，不会说100%的是男生。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他可能是一个女生，但是他肯定是穿制服去上班的人，也可能是穿西装上班的人，有可能他的工作是房地产、航空公司、银行、做金融的，或者是销售，或者是军队，或者是酒店行业、警察等等哦，这些行业呢是需要穿制服的。他是一个自由的单身者，当下呢，他的感情没有任何的寄托，没有任何复杂混乱的情况，他就是一个人，而你是他精神上的礼物。当他空虚的时候、寂寞的时候、孤单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看一下你的朋友圈，或者是看到你的照片呢，他就觉得比较安心。也许他会把你遐想成为他的伴侣，他可能是很喜欢你，而且以你的标准去寻找自己的恋人的。他经常会去想象，如果跟你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之下，会是怎样的情感生活？你会是一个好的老婆，或者是好的丈夫吗？你会是一个好的爸爸，或者是好的妈妈吗？如果你们生活在一起，你会不会做很美好的饭给他吃呢？对你确实有蛮多的一些幻想哦。而且我们这边家的讯息呢，也来自于他可能是你家乡的人，也许可能是你曾经的同学，或者可能是你曾经的同事，是旧的熟人了。现在呢，你们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在做不同的事情，但是网络上面断断续续会有你的一些消息，而他对你仰慕已经很久了。
也许你当下的生活状态是他非常羡慕的，可能遥不可及。也许你当下的性感，你当下的这种魅力呢，会给他强有力的能量。他的婚姻恋人标准肯定是以你为标准的，也许他会觉得自己条件不够好，远不如你，所以对你呢，可能只能想念，只能遐想，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做征服。对你他是有蛮多的一些期待的。这个人的星座很有可能是射手座、巨蟹座、水瓶座、双子座、金牛座，也可能他的上升星座是双子座、水瓶座、巨蟹座、金牛座、射手座。他的星盘里面火的能量并不是很强，不是一个行动派，他也并不是一个冲动莽撞的人。很多时候呢，他想的考虑的都特别的多，他不是一个冒险者。这个人不是一个敢冲敢闯的灵魂，他要顾虑的考虑的事情特别的多，一旦想的太多就没有那么的果敢了。他更多的可能是一个比较随波逐流的人，是一个平凡者，就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我们追求世俗的一些成功物质。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认为有钱就可以买到一切，没有钱的话呢，就不要太叛逆，不要太有个性，不要去争取自己够不着的东西。可能门当户对是比较好的，可能有一些现实的这种距离障碍，确实是没有办法突破的。也许你们有年纪的差，也许你们有金钱事业的差，也许呢你们是现实的差，不如自己踏实一点。他的人生呢，可能更多来自于按部就班的读书，然后呢一定要争取读大学，追求大学毕业之后呢，就要去追求一个好的稳定的工作。那到了一定的年纪，就该结婚生子，组建家庭了。不要想那么多，不要去有任何的一些叛逆，还是要听从大众的一些教育，社会的爸爸妈妈的话。他可能比较妥协于大众生活，妥协于社会环境对于幸福的定义，不是敢活出真实的自我的。那心里面有一些欲望呢，是会压抑下去的，因为觉得人嘛，还是不要有太大的欲望了。他其实没有太强的自信心，而且在感情方面呢，确实也是比较自私的，有点以自我为中心。这个是我们中国人身上的通病，因为在我们这个基因之下，在我们这个社会环境之下，我们很多都不太懂爱，不敢爱，而且害怕无私的奉献。小时候我们的父母可能会教育找个有钱人，那可以好好的照顾你，让你衣食无忧。找个事业好的，找个事业稳定的，才不会担心未来。其实很少有教育你要找一个你爱的，你一定要去好好的奉献，一定要去不要在乎他的外在条件，而在乎他的道德品格，在乎他的人性。没有钱没有关系，只要你们有爱就好。那可能这种教育是非常少的，而且在社会里面也不推崇这一点，总是呢要告诉你保留一点私心。所以他身上就是有很强的这个影响。他在这种贪生怕死的教育之下呢，让他在感情里面不是特别敢付出，可能会总要保留一些，总要顾虑一些，并不是他天生就是这样的人哦，真的是后天爱的能量的缺失，可能他的原生家庭啦，可能他过去感情之中奉献过，但是呢，最终也没有走到一起。那这些呢，是会给他留下一些遗憾，留下一些创伤的。其实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一旦他进入到爱情之中，他是会负责任、认真谨慎的对待这个关系的。虽然也会出现很消极或者是担心的这种情况，但是呢，
他也会担起他该做的一些事情。那只要自己尽力而为，其他的就听天命就好了。在做事情上面，他还是比较踏实的，他是一个可以慢慢去发展、慢慢稳定去达成自己愿望的人。但是这个愿望呢，他不会做得太大，有时候他是会去做一下白日梦，但是他会把自己的欲望降低，他会自认为自己其实比较平凡，那就获得一些金钱物质，享受生活，可以衣食无忧的去感受人生就好了。在人际关系上面，他不太喜欢争吵冲突，因为他本来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一旦出现可能纷争的话，他要么就走开，避免呢有太多的一些生气的话语，要么呢他可能就一言不发，等对方或者是别人气消了，然后再去做一些沟通。他不太讲脏话，或者是脾气暴走。自己呢是有一些消极不开心的这种能量所在的，但是呢他是可以自己治愈的人，自己调整一下就好了。心里面呢还是比较踏实，身心灵呢其实也算比较健康，没有太大的一些极端，或者是很没有办法克服的一些情绪。他非常注重头脑的逻辑思考，这个人蛮喜欢学习的，他喜欢看书，喜欢接受不同的一些知识，喜欢听音乐，喜欢呢疗愈自我，也喜欢去增加一些见识。这种见识并不是迈出他熟悉的圈子，而是呢可能看新闻啊，可能接受一些新的学习培训教育啊，最主要的是增加头脑上面的一些常识认知。他也希望呢自己做任何事情决定的时候尽可能的理智，就像世俗的我们一样，他会追逐权力，会追逐金钱物质，会追逐成功，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活在一个物质世界当中的，而物质上的舒适呢是可以让他的人生更加的安心安全，也是可以给周围的人，给父母啊，给自己未来的家庭啊，给自己未来的孩子带来更多的一些保障的。他不想要有太多的一些变化，更多的追求一个稳定。可能他不是特别喜欢体育运动，但他更喜欢脑力运动上面的一些开发。喜欢美食，喜欢音乐，喜欢动物，喜欢大自然，喜欢凡事呢循规蹈矩。有时候可能会有些小心谨慎，有时候可能会过分的保守。如果当他不开心有情绪的时候，可能他就会煮好吃的给自己，或者是去吃一顿美食，让自己的心情呢更加的平和。大多数时候他都是比较有耐心的。他非常想要有钱，非常想要获得足够的物质，因为他会觉得也许自己有钱，别人就会高看他一眼，他可能更容易抓住自己的幸福。但他对于金钱呢并不会急功近利，对于成功呢他是可以慢慢来，那一步一步的去赚取金钱，一步一步的去学习理财，去储蓄，是比较有耐心的。他非常非常的想你，那我们看一下到底有多想，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想法呢？你的身材，你的形象，你的外在给他很强的诱惑力哦。他有时候可能会幻想跟你有肌肤之亲，而且他是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的。即使你是男生，他是女生，他对你也有身体上面的渴望。
他也是很崇拜你，非常欣赏你的。但是他在你面前会有一些自叹不如，他是有一些自卑的，他并不觉得你很在乎他，他并不觉得你跟他有多少的一些可能渴望。也许每一次你们有短信啊，或者是邮件上面的联系哦，都是他主动发给你的，你很少有发给他，或者是你很少对他有很积极的表达。他跟你在一起并不感觉到阳光跟乐观哦，他甚至呢有一些丧失一些信心。如果当你离开他的时候，他请求你留下来，你会留下来吗？你可能不会，你可能会依然的离开。可能在感情里面他有自己自私的一面，但是呢，在未来人生道路选择上面，也许他并不在你的计划之内，也许你也有你自己的一些选择，你可能为了自己未来有更好的发展而离他而去，你也可能有美好的一些前程，有更多的一些变数，有更多的一些拓展，而他可能就是待在他自己生活的地方按部就班了。也许你是有个性有叛逆之心的，你是有更宏大的一些目标，你的世界观可能更大一些，但是他呢，也许就只有做井底之蛙了。也许你们两个人的距离就会因为世界的不同，人生方向的不同而慢慢的远离。但是他是真心很喜欢你，他喜欢你身上不断去进步，那不断去激发自己的潜能，越来越有魅力的这一面。但是他又害怕这一面，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冒险者，并没有办法把自己越来越打开开放，他甚至有时候呢会害怕一些开放，所以他觉得你们的关系是缺失平衡的，他需要更多的一些平衡。而他呢又会觉得在灵魂上面跟你有蛮强的一个联系。他是一个非常注重物质世界，非常注重现实，脚踏实地的一个人。但是他跟你联系，跟你在一起，情感建立之后，他发现他从来不相信灵魂伴侣，但是他却因为你而相信人生确实是有灵魂伴侣的存在的。即使有时候你们没有任何的语言相交，即使有时候他心情非常落寞，他看到你的一些动态，他知道你过得好，他就感觉到好像没有那么的落寞了，心里面有一个人非常深的情感，只要他过得好，自己就会很开心的，就好像自己也过得好一样。哇，这是非常强的一个祝福，非常强的一种爱的能量。那另外呢，有时候你的一些动向会让他也感受得到，有时候你们的一些联系，你的一些语言虽然只是文字，但是他可以感受得到那种语气，他可以感受得到那种感觉，而且他非常认同你，肯定你的一些想法。对于你呢，他其实有蛮多的一些期待，并且你有给他蛮多的一些鼓励跟激励的。可能并不代表你的这些话语完全是欣赏的话语，但有时候呢，你的一些行为举止，你的一些对生活上面的选择，也给了他更好的一些刺激，让他更加的有目标性了。他想追逐你的步伐，因为你一直都是正向的，或者是不断的向前行。那他呢，可能有被动有拖延的那一部分，但是为了跟你有更多的一些平衡，所以他也会不断的去 push 自己，让自己呢也要前行，也要更加的开放，也不能太过于的井底之蛙了。而且因为你的出现，
他也想获得更多的成功，想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的稳定，让自己的事业更加的成功，让自己可以有更多的一些金钱。当他足够的富有或者足够的美好之后，他也许就可以向你有更多的一些承诺，更多的一些追求。这个时间段呢，他是可以等的，你知道吗？他对你有非常强的耐心哦，他可以甚至等到你未来恋爱分手或者是婚姻失败，可以在他老年的时候或者是中年的时候再跟你结合，好不好？现在呢，就先观察你，祝福你。当然这个也是因人而异哦，不过可以看到他对你的执念是比较强的，而且他欣赏你的每一个部分，他欣赏你的身体，他欣赏你的灵魂，他欣赏你的精神，他觉得你的身体就是一件艺术品，你的性格，你的修养就是非常的阳光健康。他知道如果他跟你在一起的话呢，他一定会感受到足够的温暖，亲情呀、友情啊、爱情啊，都充满着祝福，充满着美好。他对你是有很强的痴迷的，而且呢，他对你非常的支持，他也愿意去理解你的每一个想法，你的每一个选择。当下呢，他很爱你，真心的喜欢，即使当下你不选择他，你跟别人在一起了，他依然的祝福你。只要你幸福，他就会幸福。如果哪一天你遇到困难了，你需要他的帮助，他一定竭尽所能的帮助你。如果哪一天你愿意给他机会了，那么他将求之不得。但是一方面呢会紧张，充满着开心，一方面呢又有一点害怕，怕自己配不上你的美好其实他心里是蛮纠结的。但是确实你是让他今生，就是到目前为止最珍惜、最崇拜、最喜欢的人。好像目前他没有遇到任何让他灵魂上面有这种非常通透、有非常强的欲望能量的人，而他对于你们两个人的情感状态呢是非常迷茫的。他知道你们两个人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你们的情感有很多的一些挑战，你们并不是三观完全相合的，你们对于人生未来的规划呢，可能也不尽相同。但如果自己积极努力的话，是不是能改变当下你们感情复杂或者是不得的局面呢？目前他会觉得你们的情感是有一些停滞不前的，好像看不到太大的一个希望。他需要去做一些调整，自己的自信心上面做一些调整，然后两个人有更多的关心，有更多的交流沟通，有更多的一些见面的话，会不会是可以更加的正向呢？也许他应该来找你，面对面的去跟你做交流。也许这种现实的障碍在那里，但是给予足够的信仰，给予足够的决心跟坚定的话，会不会可以走向稳定呢？他非常非常想要跟你在思想上有更多的一些沟通，深层次的沟通，你们一起去谈彼此对于未来的憧憬，当下对于情感的希望，那对于对方是有怎样的一个想法，他很想听你的真心话，很想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对他是怎样的一个态度。当下他的心态上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着急的，会发现要跟你建立这种平等的关系似乎还是比较困难的。未来呢并不是很明朗，他现在好像还没有办法漂洋过海来看你，好像还没有可能马上出现在你的面前，给你浪漫，给你惊喜，给你更多的一些确定。但他呢真的是
很喜欢你。我们出现恋人这张牌卡哦，那这个呢就不言而喻，他想带着你去旅行啊，他想带着你去划船啊，他想带着你有很美好的一些约会记忆，想让你呢爱上他，想要讨你的欢心。那到底未来你们的情感会有怎样的一个发展呢？宇宙会给你怎样的一个启示？未来呢，你们应该会很开心，因为我们这边出现了权杖4这张牌卡，代表着欢乐、庆祝、和谐、归国、回乡以及轻松。他会觉得你是他的真命天子，但是他不会缠绕你，他不会纠结你，他不会给予你任何的打扰。你想跟他做朋友，那他是愿意可以跟你做朋友的。你想跟他建立认真的关系，他也是随传随到。你想跟他在情感上面复合的话呢，那也完全可以复活。他完全听你的安排，只要你怎么开心怎么来。他希望呢，你是可以有很美好的前程的。无论你的好的坏的，你对他是怎样的一个愿景，他都接受。其实在这份情感里面呢，可能他也会去尽心尽力做努力，你也会去好好的善待他，让你们之间不留任何的遗憾。即使最终你们没有在一起，但是呢，你们对于彼此的这种心情都是很平静的，你们都会接受最好的结果或者是最坏的结果，你们都会去做真正的自己，会真实的对待彼此。这一点很好，不会给你任何的不安的角度。那么你们会有一段时间可能关系的稳定，也许你们两个人确实存在着一些差异跟冲突。我们这边出现了太阳牌卡的逆位在关系上面会是不太稳定，或者会是不太和谐的。也许可能有一段时间呢，大家沟通非常的顺利，思想上面没有太大的一个障碍，你们也可以解决一些难题。因为我们这边也出现了移动、交通、旅行这样的一个能量，可能会处理远距离的问题，找到新的一些相处方式。他可能会去看你呀，你可能会去看他呀，可能会互相换一下环境啊。会有一段时间蛮多的信任跟忠诚的，精神上面是有比较强的罗曼蒂克，因为两个人见不到面的时候，也许会通过网络也许会通过电话视频去进行联系，更多的是在思想上面的肌肤之亲。感情之中呢，确实也会有一些包袱。那么一段激情之后，飞过来飞过去总是需要金钱时间的，可能慢慢的会这种距离的障碍还是在那边，然后慢慢的就缺乏一些动力，特别是在两个人产生矛盾之后，也许这种距离的障碍又会凸显出来了。一方面是有一些挫折的，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可能是年龄上面的距离有一些事情的认知上面确实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这个距离呢，会让你们产生彼此更好的一种思念，会让两个人的不同性更加的有趣味。但是久了之后的话，不同性的这种挫折也会出来了。宇宙呢给你的讯息，对于有部分的朋友来说，你可能跟这个人，你们会突破你们之间的障碍，两个人充满着乐观，充满着动向，充满着信仰，然后搭建非常棒的结果，可能会进入到正式承诺的关系里面去。也许他会为了你去换环境，或者是换工作。但是对于有部分的朋友来说，可能因为你不停的在往前走，而他呢是没有办法去
换环境或者是换工作的，那么两个人的距离呢就会越来越大，最后也许只会成为彼此祝福的朋友，再见面的时候呢都会开开心心的。但是无论如何是最后是怎样的一个结果，你跟他之间都没有任何的怨恨，你们都不会去指责批判对方，而依然是在朋友熟人的这个关系，见面依然会很亲切。因为这份情感呢，大家都会尽自己最大努力去争取，他也会尽自己最大的可能性去完成他该完成的，其他就交给天意就好了。那最后呢，他永远都是祝福你，永远都是特别的想念你的，他对你的爱是很大的格局的，并不是说一定要跟你在一起，一定要束缚你。对你的爱呢，就是希望你好，只要你好，只要你保持着这种笑容、阳光、开心的话呢，他也会感觉到安心的。他不想给你留下任何的一些不好的记忆或者是烦躁，所以在这份情感里面呢，他该远观你的时候他就远观你，他不该给你增加麻烦的时候他就不会给你增加麻烦。如果你愿意向他伸出手，他也会去尽可能的牵住你的手去争取的。哇哦，好棒哦，有这样的一个人在非常真心的爱着你，祝福着你，而且你这一辈子就是他的真爱，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哦。所以亲爱的，无形之中呢，你也给别人带来很强的爱的能量。现在呢，你就好好的爱自己，当你想分享你的爱给他人的时候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去做分享。先爱自己，再爱他人，就是他内心衷心的祝福。好吗，亲爱的？祝福你人生非常的顺利。当然，这是大众占卜，不会100%的对应到每个人的身上。如果你确实身边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你不知道怎么选择的话呢，那你可以找老师为你做私占，1对1的，我会为你占卜，给你一些指引，帮你去做一些选择的，好吗？那最后就祝福有魅力的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喽，拜拜。亲爱的，选择右边牌组的你，我们来接收宇宙当下给你的讯息。谁正在真心的想念着你呢？那这边有处女座的精神，代表着这个人呢对你非常强的专心哦，他特别的想你，而且呢想要专一的投入到跟你情感的建立之中，他不想有任何其他复杂的混乱的一些情绪跟想法，他可能是想要跟你之间有更多的互动。也许当下呢，你们的感情它并不是很满足，你们的情感的这种建立呢，是他觉得不够好的。因为我们这边出现了冥王星这张牌卡，那冥王星呢是有强大的摧毁能力，但是也有强大的恢复重建力量的，它代表着死亡跟重生，它有一点点暗黑的力量。这个人呢，他是觉得你们之间的情感超出他的控制，不在他可控的范围之内，他有一些焦虑了，所以他想把很多的时间精力投放在你的身上，要花一些心思，花一些计谋，让你更加的喜欢他，让你更加的认可跟随他。也许呢，这也是另外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当下他觉得你没有把心思100%的放在他的身上，或者是他觉得你的生活可以更多的精彩丰富，他想push你一把，他想你更加往前行。他可能觉得自己的生活状态是非常好的，而你的生活状态呢，他有一些地方不太认可，他想改变你，让你跟随他的脚步，他会觉得自己是对的，你要听他的，你的人生才不会出现麻烦问题。也许这个人呢，多多少少是有一些控制欲，而他的内心也是比较直白的一个人，可能
他习惯控制他人，或者总是希望别人听他、顺从他的。也许从小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长大哦，可能他的爸爸妈妈呢对他的要求非常的高，希望他总是听从父母的安排。那么他现在呢，可能也不自觉的习惯去控制他人，并不是说这一定是坏的，只不过呢，他不想在你们的关系里面，他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他可能想主导你们的关系，也可能你们之间的情感关系当下缺乏一些安全感，让他觉得并不是很安心，让他觉得并不是非常的紧密，所以你会给他带来一些情绪上面的积极，也会给他带来一些消极。我们这边看到一片叶子漂浮在水面上哦，感觉好像很平静的样子，但是呢，这个叶子总是跟着这个水波纹在不断的移动，那代表着他的心情呢，总是会被你的心情所影响。也许你的话语，也许你的行为举止，也许你对他的态度呢，是不断的在变化的。那么他有时候会感觉到和谐，有时候呢又会感觉到忧郁。他不喜欢被你情绪所感染带着走，他希望他是可以把你的情绪带着走的。当下呢，他会觉得自己太多的注意你了，太被你所影响了，可能他更加的被动，他可能喜欢你更多一些，那么他想征服你，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征服欲的，是希望你们可以调换一下，那你的心情随他的心情而摆动，这是他可能希望的。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我们来给大家进行展示。这个人哦，其实他长得是比较好看的哟，是一个蛮有人气、蛮有魅力的人，所以一直呢，他都是被大家所宠爱、所期待、所喜欢的。但是偏偏遇到了你，让他觉得有一点摸不透，让他觉得有一点控不住，好像你不像别人那么的对他喜欢，所以他对你有更多的一些好奇，对你有更多的一些征服了。一直以来，别人的心情都是随着他的影响而波动的，都是喜欢他的，但你偏偏就不是这个样子。那么首先呢，我们出现业力牌卡哦，你跟这个人之间是有业力关系的，你们曾经的某一世绝对是出现了一些情况，那么在今生呢，是需要来还一些情债，是需要来还一些钱债的，所以你们的缘分注定哦，还是有比较强的一个连接的。他有时候会觉得跟你有一些共鸣，他跟你在相处模式上呢，会有一种全新的视角，会保持着童心、纯真跟乐趣。有时候你会激发他的一些幼稚感，你会激发他的一些童真，可能就是别人都是觉得他是很成熟，那很有魅力的，很多人追求他，但是呢，偏偏你对他是完全不 care， 你可能是没有那么多的在乎，那这一点激起他像一个小孩子，所以得不到的或者是不一样的，他就想要去有。那这方面呢，他也会觉得在你面前有很自己幼稚的那一面，但两个人相处的时候还是比较轻松的。他当下可能会在两个人之间做选择，或者是在跟两个人以上的人约会，跟多人约会，可能在挑选自己的伴侣啊，挑选自己的合作者啊，挑选自己的感情发展潜在对象。但是目前他好像更想和你有连接，也许其中一个人就是你，然后他更想跟你有这种专注的能量，不想再去做选择，不想再去排他了，想更加的专心一些。
对你呢还是有蛮多的幻想，对你的这种感觉是很新奇的，好像一个新鲜的血液注入，让他的世界有不同的一些看法，有不同的一些感觉，可能会摆脱一些之前枯燥无聊的那种能量。他在你面前呢，你看不出来他其实蛮有羞涩感的，有时候他在你面前会少一些自信心，他可能很多时候都是被别人追求，或者是被别人放在手心里面疼的，但是呢，你并没有宠爱他，或者是对他有更多很强烈的意思，反而让他更想要跟你有接触，你跟别人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让他对你也充满了一些好奇，或者是你让他有一种很羞涩、很被动这样的一种情感所在，那么让他呢也是突然惊了一下，还有人会给他这样的一种感受哦，所以对你是有很强的一个新鲜感的。这个人呢，他是很喜欢去展示自己，而且他不止一位崇拜者，他经常被别人邀请参加一些约会啊，或者参加一些派对啊，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啊。他本身呢是一个喜欢美好事物的人，其实他内心是有很单纯天真的那一面的，他对别人呢没有太多的一些坏心思，他也没有太多会懂得算计去计较的人，因为周围的人对他都很友好，他在一个很有爱的环境能量之下长大的，那么所以他对别人呢也会很善良，只不过他喜欢所有美好的一些事情，美好的人，美好的东西，那美好的感觉，美好的地方，他会觉得这些活动啊、派对啊、热闹的场所，那都是大家欢声笑语，非常开心、非常美好的。那么他去到这些地方呢，很多人也愿意跟他交谈，很多人也愿意跟他玩，所以他也喜欢这种被人关注的能量。那当然不代表这个人是女生哦，虽然我们这边出现了选美皇后这张牌卡，这个有人气的人呢也可能是男生，因为这是大众占卜嘛。他是你在活动里面遇见的人，应该你们是去参加派对啊，或者是去参加一些聚会的时候遇见的，而他跟你在一起呢，觉得特别有意思，他喜欢跟你一起玩乐，喜欢跟你一起说笑，那喜欢跟你之间的这种来电的感觉，也许你对他并没有太来电，但是他对你却是很有这种电的能量存在的，他很享受跟你在一起的这种玩乐，他也希望可以跟你有更多的一些社交，更多的一些交往，更多的一些接触。他会觉得你们两个人是不同的人，你们可能是有不同的价值观，你们可能有不同的社交圈，你们可能有不同的一些认知，所以他希望你带着他去打开新的大门，让他感受一个他可能曾经没有感受过的世界。但是去感受这个世界的过程里面呢，他希望你听他的，不要任何事情让他太过于的被动，他喜欢把这种掌控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这个人也是蛮有意思的，他的星座呢很有可能是摩羯座、水瓶座、天秤座、处女座、射手座、金牛座、双鱼座。那当然请同时参考月亮、太阳、上升星座，可能是这几个星座，射手座啊、金牛座啊、处女座啊、天秤座啊、水瓶座、双鱼座、摩羯座。我们这边出现了世界牌卡的逆位哦，可以看到其实这一个人他
并不是一个很安于现状的人，他的感情不太容易满足的。他有时候呢会觉得特别的空虚，虽然好像感觉他的朋友很多，不缺少朋友，但是他有一种比较强烈的孤独感，感受没有太多人真正的懂他，好像身边也没有一个可以真正讲知心话的人。大多数时候可能都是酒肉朋友啊，可能都是一起玩乐的朋友，但是真正的去向他倾诉，或者是真正的去跟他深层度交流的朋友几乎没有。但他也是一个思想比较幼稚的人，可能他也不太懂得如何去跟别人建立深层次的情感关系，大多数都是比较肤浅的。他会觉得自己的世界是比较小或者是狭窄的，那么总是旧的一些朋友，总是去熟悉的一些地方。一方面呢，他很想更加的有冒险精神，去参与新的一些事情；一方面呢，他又害怕离开自己的舒适区。有时候他会觉得跟老的朋友在一起，他是可以无所顾忌，那想怎么玩怎么玩，想怎么说怎么说。但是呢，去认识新的朋友的话，可能就要更加的拘谨了，可能就没有那么的自由、舒服、自在了。一方面呢，他也不太愿意去尝试新的事物，就是如果他自己的话，他可能很少去新的地方，那很少去做自己没做过的事情，但是他渴望有一个人来刺激他，或者是带着他去做一些新鲜的事情，那么你就是那一个人了。另外呢，有时候他可能只看得到自己，看不到别人，他没有办法感同身受。他可能会看到自己怎么样的一个感受，想要做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想要怎样的一个行动，但是他不太懂得察言观色。那别人对他是怎样的一个态度呢？他更多的是在一种假想的状态。其实并不是一个社会阅历很多或者是非常聪明的人，他还是有小孩子比较单纯的那一面，因为从小长到大呢，可能还是被身边的人保护着，所以没有建立过特别黑暗、特别 dark 的事情，让他也在很多事情上面比较容易被别人利用吧，或者是诱惑，或者是欺骗。单纯的一个人。有时候呢，他是很理智，有一些冷酷的。对他不喜欢的人，他没有办法去假装，他没有办法去讨好。那有时候呢，他又很随心所欲的。对于他喜欢的人，可能他会极力的争取，即使这个人大家都觉得不好，他可能也会去争取。即使可能跟他条件有很大的一个反差，即使非常的穷，即使没有稳定的事业，但是他感觉对了，他可能都会去争取的。这个人其实蛮有意思，他很注重自己的感觉。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有比较强的治愈能力。他的阳光，他的开心，他的笑声，实际上是可以给周围的人带来一些鼓舞的，可以更改这个氛围的。但有时候如果他有脾气了的话，他可能也会直接的表达出来，他不开心他也会直接的说，有点直性子，自己想说什么想做什么都可以，不害怕给周围的人会带来怎样的一个干扰。可能他想的没有太多，并不是一个非常懂得体谅他人的人，可能没有办法去感同身受。他很自信，非常相信自己的能力，他有很多的朋友，很多的梦想，很多的期待。这个人呢，没有很多世俗的一些聪明，但是他学习东西悟性其实蛮高的。他很喜欢艺术，他有一定的审美能力，他总是打扮的呢很舒服好看，他也比较理想主义，很多事情呢都可能幻想的美好化。那其实他也
很热衷于一些社会公益的事情，想去不定期的做一些慈善啊、捐款啊。如果有人需要他帮助的话呢，他都是会尽力而为给予帮助的。他也是相信每个人都会为了这个社会去做一定的贡献，他相信每个人呢都是善良的，都是公平的。他很注重精神世界，并不是一个很注重物质金钱的人。他不太追求功名利禄，也不太追求身边都要有一些有钱的或者是很有智慧的人。他主要是凭感觉，只要感觉对了，那这个人的外在条件再怎么差，他都是可以一起玩乐，一起成为朋友的。但对待情感呢，他是很讲情义的，别人对他好一分，他是会还一分的。而在朋友友情之中，369等什么样的朋友他都有，是比较杂的。但是呢，对于爱情他是比较专一的。他可以在单身的时候暧昧一下，调情一下，但是一旦他进入到正式的交往之中，他就会非常的专一，想建立持久的稳定的关系。所以他可能会经历很多的约会，是因为他想挑选一个真正他觉得值得奉献的人，然后好好的去做奉献。这一点上面呢，千万不要误会他哟。好，那么他对你的心思真心话到底是什么呢？等待，对你呢，他还是会有一定的耐心的。也许刚开始他会觉得对你只是一时的喜欢，只是情欲，只是一时的这种激情，一时的感觉，但后来他发现好像对你是很真心有爱的能量的，而这种爱的释放呢，是他之前没有的，有点不习惯，一种全新的感受。而你也跟他之前认识的人不太一样，是一个全新的人类，所以他还没有接受，没有准备好接受这种感觉，他需要更多的一些时间去做一些考虑，做一些选择。他也希望呢，在对的时间，然后做一些表白。当下呢，是想要跟你有更多的一些联系的，不想让你看到他的真心，只是想两个人有更多的一些交流。因为他也想确定你对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心意。如果你完全对他没有任何的兴趣的话呢，他也不会去白目的去做表白的，或者去倒追求你，因为从来他都没有去倒追求过别人。他想跟你有更多的一些联络，让你慢慢的喜欢上他，让你呢可以看到他很多的好。当你对他有喜欢的话呢，他就会去跟你做表白，想要做情感的建立。如果你们在一段时间的约会啊，或者是哪怕一群朋友一起去玩，他都没有感受到你越来越喜欢，或者是对他有兴趣的话，他可能也会离开。他觉得你对他的看法是有错误的，也许你可能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情商，或者是很懂得社交，很喜欢去参加派对玩乐的人，但其实呢，他对于爱情是非常执着专一的。他可以进入到恋爱之后，或者是情感的这种联盟之后，可以杜绝所有的社交，可以完全的改变，可以为了自己的爱情去做360度的转变。但是你好像不是这样想的，也许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很有人气的女人，或者是很有人气的男人，然后很多人追，所以你呢不愿意跟他有任何的交集。也许他觉得你是害怕跟他有情感的亲密的，
他希望呢，你不要太过于的理智，想得太过于的复杂，希望你聆听自己的心，两个人可以更多的接触一下，说不定是真心喜欢彼此，那么就听从心，不要听从理智的。只有你真正的跟他交往之后，你才知道他是有多好，他是一个会在感情里面踏实，让对方安心的人。也许表面呢，你看到他总是不受控，或者很自由的那一面，但其实他是可以为了爱情去做妥协，可以舍弃自己的自由，他是不愿意让自己的伴侣或者是自己合作的人有任何的嫉妒、吃醋、不开心、不快乐的氛围的，他只想建立最忠诚、最信任的关系。但是呢，在他建立忠诚关系之前，他一定要多多的可能去考验别人，也多多去看这个人是否是值得他忠诚的，绝对是将心比心。如果对他忠诚的人，他一定会忠诚这种业力回去的。而且在情感里面呢，他可能之前是受到过伤害，是有很多的痛苦的。可能在某一次的感情里面，他为了对方舍弃了所有的朋友圈，那舍弃了自己全身心的投入，但是最后呢，可能对方依然给他很多的误会，可能对方依然觉得他不够，可能对方呢依然会出现怀疑呀，或者是不信任这方面的讯息。那么或者是即使他100%的投入了，可能200%的投入了，但最后他还是没有获得一个好的结果。那么在新的恋情之前，他可能尽可能的去放纵，尽可能去玩，但是一旦投入到恋情的话呢，他也会做很强的一个审核，一定要是对的人他才有投入的，这是他的期待。所以他想跟你之间有更多一些可控的能量，不喜欢任何事情都超出他的控制范围之内。你会给他新鲜的一些感觉，让他呢充满着冒险，有很强的想要跟你连接的能量。但一方面呢，他也要看这种新的感觉跟他能不能匹配，他能不能抓住，他能不能控制住，这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安全感跟安心呢，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不希望再出现一些毫无结果的情感，不希望彼此呢浪费时间、浪费精力了，也不希望自己选择错误。他希望你幸福，他对你是真心喜欢的。即使最后呢，你们没有在一起，他觉得两个人不匹配，或者是你完全对他没有兴趣，你可能不愿意投入到你感觉的危机情感里面，他都没有关系，他祝福你，只要你开心，你去做决定，他尊重你的选择。但很多事情呢，都让他很想念你，突然的想起你，这让他很疯狂。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痴迷的想过一个人，而且他自己条件很优秀啊，自己也有追求者啊。但是对于你呢，他就是偏偏的情有独钟，莫名其妙的想念。他只希望跟你建立没有任何压力的情感。他希望呢，你们两个人不要是过眼云烟哦，也不要是好像互相的情感的依赖寄托。他也希望你们两个人之间不要牵扯任何的金钱物质的一些关系。他不希望在金钱物质上面占你便宜，他也不希望你对他的喜欢是占他的一些便宜。希望两个人呢真的是平等的付出，但有时候呢，他可能也会考验你，看你对他是否是真心的。他如何考验你呢？也许会让你买单，也许可能会消耗一下你的一些金钱，看一下你对他是否是大方慷慨的。如果你对他
越大方的话呢，那么就代表你对他的喜欢越多。这个人他是真的是有小孩子的那一面哦，他只有从实际的一些物质上面来观察你对他的喜欢，他可能并不是一个情感上面很敏感的人，他有很多情感上面的困惑，有时候呢他分不清哪些人对他是真喜欢，哪些人对他是假喜欢，哪些人是喜欢他的内在，哪些人只是喜欢他的外表的，所以他可能会通过你对他金钱愿意给予的多少而看你是否有多真心珍惜他，并不代表他是一个很想占别人金钱便宜的人。另外呢，在这份情感里面，希望你们两个人和平和谐，但是希望你更顺从于他，这是他期待的样子。他也希望让你们的爱情，你们现在的情感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上面。他想要让你坠入爱河，他想让你爱上他，所以他可能会去做一些积极的动作，邀请你去约会啊，邀请你参加一些活动啊，让你看到他的魅力，让你看到他的好。他可能会去准备一些浪漫的惊喜的事情，也许他会给予这份情感带来一些强势的能量，想push你，让你不断的去增加对他的好感，对他的喜欢，对他的爱。但这种真诚呢是真的，这种邀请呢都是很真心的，他想诱惑你，跟你度过很多愉快的时光，让你呢习惯跟他在一起，喜欢跟他在一起，所以他会尽可能的去，不能说追求你吧，尽可能的用一些不太直白的方式方法，让你看到他最有魅力性感的那一面。也许他会在你面前打扮得非常的时尚，打扮得非常的好看，但是呢他又不会在动作上面去给你有太多的一些浪漫。可能跟大家朋友一起玩乐的时候，他会表现得更加的高调，可能说话声音更大，笑声更大呀，来吸引你的目光，来让你看到他其实是很有人气，他其实是很出众的，但是他不会直接到你面前来告诉你他对你是有多喜欢，他会用周旋的一种方式来吸引你的目光。对于他真心喜欢的人，他可能胆子会更加的小一些，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冲动，可能直接表白这个事情，或者是主动表白，他曾经没有做过，所以他现在在你面前呢也不敢做这个，但是呢他会用各种方法来引起你的注意，也可能会让朋友来邀约你啊，也可能不敢1对1的邀请你约会，1对1对你去提问，聊你当下的生活状态，你对他的想法，也可能会通过朋友之口来做这样的一个媒介。总之呢，他会在你面前有自己很害羞的那一面。那么未来你们情感会有怎样的一个发展呢？未来这份情感呢是会蛮多的一些平衡的，你们两个人至少会建立很好的朋友关系，你们会玩得非常的开心，也许会只是仅限于在一起玩乐的朋友，两个人会发现可能真正接触之后并不是很适合彼此，他要的恋人跟婚姻状态跟你要的恋人跟婚姻状态是不一样的。也许你跟他在一起呢，你会没有安全感，也许他跟你在一起呢，
他在情绪上面感受不到你对他的安心，他也会出现一些没有安全感的情况哦。所以这份感情呢，还是有蛮多的挑战的，也可能你们的价值观没有办法达到一致，没有办法磨合，所以没有办法克服这种挑战。选择这组牌卡的朋友呢，你们的未来有2个方向。那有的朋友会跟对方建立很好的友情，从爱情转为友情，因为不得不去做一个转向，对于彼此都是更好的。不过呢，2个人会有共同的圈子，大家有时候会约出来一起聚聚餐啊，一起玩乐啊，其实都是很幸福开心的事情了。你们会对彼此有很好的好感，但是不会去打破这种关系，让彼此出现尴尬，或者2个人呢在情感里面都会做更加成熟的一个动作，祝福彼此更加的美好，去寻找到合适的人，总比去控制彼此，让这份欢喜变成焦虑，不如说放手，不要去做太多的一些控制，不要去强求一些不适合的爱情。而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份情感里面，真的就是将心比心的，会得到公平公正的一个回报。也许你们会突破很多的困难，最后呢，从友谊慢慢的发展成为恋情，然后成为在一起很好的知己，也很好的伴侣。宇宙告诉你哦，你有多少的付出，最后呢就是会有多少的回报的。无论如何，最后的结果都是好的，都是可以成为很开心、自由、舒服的朋友状态。所以亲爱的，你身边就有这样一个很有人气魅力的人，他想要跟你有更多情感的发展，或者是有潜在的这样的一个人，他越来越多关注你，越来越把目标放在你的身上咯。可以看到你自己呢其实是蛮有魅力的，请你呢充满自信的也去积极的展示自己，多去参加一些活动，多去参加一些玩乐吧。在感情里面呢，一定要相信你是可以获得幸福的，你都会获得公平公正的爱情。只要你好好的对别人，那别人绝对会珍惜的，好好的对你的。那尽情享受你的生活吧。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喽，拜拜。